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我的会员服务开通了，那大家在订阅按钮旁边呢，可以看到一个加入按钮。点击这个加入按钮呢，就可以加入我的会员服务。那大家选择少侠或者长老级别啊。关于大侠级别呢，我准备取消了。那直播呢，全部都迁移到国内的直播平台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我的直播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蒙面财经 Mask Finance。那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超级会员，就可以加入我每周的直播干货分享活动。那好，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今天的主题分享。那我们来聊一聊股市，今天聊一聊我对当前的这个中美两国股市走势的一些理解和判断。那股市呢，其实相当于一个天然的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机器啊，很多不同的观点思维在这里碰撞啊，人们用自己手中的钱去为自己的判断、思维和价值观投票啊，最后呢集合成一种力量啊，汇聚成一种趋势，并保持一定的惯性啊，形成了大盘指数的最终走势。那我们一直说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那我想没有哪一个领域啊，哪一个市场有这么多无穷多的数据，而且每天都在博弈啊，在更新，在碰撞，而且给出这种数据化的结果。那我们说股市里面呢，我们这些投资人啊，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那究竟赚的是什么钱呢？啊，其实股市里面我们赚的钱呢，不外乎就三种形式啊。第一种呢，就是第一方面的钱呢，就是企业盈利的钱啊，也就是上市公司成长的钱。那这个呢，本来应该是我们股市挣钱的一个根本原因，对吧？就是企业盈利、企业成长，对吧？我们投资人伴随企业的成长而成长啊，享受资本市场的复利效应。但是关键的呢，就是这个但是我一会儿后面说哈，这个呢，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收益的主要来源了啊。那第二个方面的钱呢，就是我们赚的是股市波动的产生差价的钱。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低买高卖啊，别人割肉出局，然后你捡一点带血的筹码啊，一反弹以后就赚了。那第三种呢是什么呢？第三种就是最近股市几年的超额收益真正的来源这也是我刚才说这个最近这个几年收益的来源不来自于上市公司的成长，而来自于别的地方。那主要现在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央行放水的钱，也就是只要全球的央行一开动印钞机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那咱们的股市里面是什么呢？或者资本市场里面是什么呢？是央行放水的闸门一响，黄金万两。那你会发现每次赚钱最容易最舒服的时候，不是经济最好的时候而是经济突然来一个休克或者昏迷的时候。那最好是像这次实体经济几乎都快不能呼吸了套用现在一个流行语I can't breathe 呼吸不了了。那好，那货币的洪荒之水呢就来了美股呢出现了历史上最大幅度的深 V。那深 V 大家知道就是一个月跌它个30-40%，然后2-3个月呢再涨它个40-50%。这个胡汉三又回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波疫情过后全球股市，尤其是全球股市中的领头羊战斗机中的战斗机，美国股市它走出了一个怎样的急速反弹的凌厉的行情。那纳斯达克是最凶猛的从上波下跌的最低点就是6000多点反弹了54%。那标普500和道琼斯指数呢差一点但也反弹了40%。那从这幅图呢，大家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权重里面的科技板块的比重是非常大，接近50%都是科技板块。那科技板块里面呢，有5家最著名的公司大家也都知道，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那这5家公司合计呢，就占到了纳斯达克指数40%的权重所以你看这个集中度有多高剩下的2个大头呢就是消费者服务和医疗板块，那分别占到20%的权重和10%的权重。那这3个板块加起来呢，就接近了纳斯达克指数80%的权重所以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这些板块股票的走势把一些个股拎出来独立可以看一看。那基本呢就是这轮反弹的急先锋所以纳斯达克指数呢自然也就是反弹幅度最大的一个指数。其实消费科技、消费、医疗这3个板块也是代表了目前美国产业中最强势的3个产业。这3个产业呢，不光在美国本土竞争力强大也是美国在全球市场上最强大的3个产业而且比较巧的是，中国股市这一轮的反弹走的最牛的呢，刚好也是这3个板块：科技、消费、医药。那看来大国角逐就是都得在这3个方向上发力其实就是科技代表未来，消费代表现在，医药代表过去那这个话怎么讲呢？那科技呢，就意味着生产力的跃升是给未来的人们、未来的孩子们一个更好的世界。那消费呢，代表当下，旺盛的消费呢，意味着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努力工作的人呢付出都有所回报。那医药呢，
代表过去啊，就是照顾好老人，让过去的人活得有尊严啊。这个呢是我自己的一点理解啊，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里面的这个板块构成。那大家看这张图，那灰黑色呢那个是标普500，土黄色那个呢是道琼斯工业指数。那你看这两个指数里面行业板块权重的构成啊，跟刚才纳斯达克指数有很大的差别啊。纳斯达克呢是科技板块啊，也就是这个信息技术占到50%。那这里面呢这个道琼斯和标普500呢，这个信息技术只占到25%多一点还有就是消费者服务权重占比呢，也没有纳斯达克20%那么高。但是它这里面医疗的权重呢，稍微比纳斯达克高一点总体来讲，这个标普500和道琼斯指数就是各种板块的权重分布比纳斯达克更均衡一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2020年年初以来到现在也就是从年初你买的指数基金的话，比如拿到现在大概的一个综合收益率是多少因为毕竟每个人他没有这种就是抄底逃顶的这种神功这个特别强的投机能力因为投机呢既要靠实力，它也需要一点运气。那年初以来到现在呢，如果你一直拿着这个指数基金不动那道琼斯指数呢是累计的下跌了8.3%，纳斯达克呢是累计上涨了13%，那构成指数呢比较均衡的标普500呢是累计下跌了3.1%所以从这个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分化非常非常大如果是纳斯达克指数从年初到现在拿着呢，就是上涨13%，你要是道琼斯指数呢非但没有上涨，反而还下跌了8.3%。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主要是跟道琼斯指数的构成有关系大家知道道琼斯这个指数的构成呢，它只有30家公司就是最强的或者说有代表性的30家公司。那纳斯达克指数呢，它有2700家公司所以刚才上面这两个指数里面的权重构成大家也看到了，它不一样。你比如说波音的股价从300多的位置跌下来，一路跌到这个最低点90美元左右虽然有反弹呢，但现在价格在170美元左右，那基本上还是腰斩了。那就光波音这一家公司就在今年拖累了道琼斯指数930个点基本上把苹果和微软对这个道琼斯指数的正贡献给抹去了那今年以来道琼斯指数呢，这30家里面就是30家公司里面只有8家公司的股价是上涨的像微软、苹果、家得宝、Visa、联合利华联合医疗、沃尔玛、耐克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看一看就是他们股票的这个走势图。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权重构成的不一样所以导致这个道琼斯指数的表现跟其他两个指数呢差别比较大尤其是跟纳斯达克比较大。那我们再来看这张图，那这个呢是自1972年以来每一年的头6个月3大估值的表现。那你看到这个绿色的点呢，代表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你看它那个所在的位置比如你看2020年那个绿色那个点，那它就代表了这个今年的纳斯达克指数从年初到现在的涨幅刚才也给大家讲了，涨了13%。你再看那个灰黑色的点它呢是代表标普500指数刚才也说了，就是下跌了3.1%。那土黄色的那个点呢，就是代表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8.3%。那这个点状图它想表达什么呢？其实有3方面的内容。那第一方面呢是表达你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年份呢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是好于标普和这个道琼斯指数的。那纳斯达克呢是美国当之无愧的龙头指数。那第二点可以发现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这些年份就是有一些年份比如2000年之后的那几年，那大家知道那几年呢纳斯达克这个泡沫破裂了这个科技股的泡沫破裂了，那整个科技产业遭受重创。那几年呢可以看到绿色的点也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它下跌的幅度呢都比道指和标普500大。那第三点反映出来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2020年这一次纳斯达克指数和道琼斯指数的涨幅偏离度创下了自1983年以来的极值那是不是代表后面呢这种巨大的这种涨幅就是涨跌幅偏离度要回归呢也就是纳斯达克的这个涨幅和这个道琼斯的这种跌幅这个偏离值大概偏离的加起来嘛，就是用13%减去负的8点多这个将近20%的这种偏离，就将来它是以怎样的形式回归呢如果就是有这种回归的这种效率的吸引，它会怎么回归呢？那是道琼斯和标普500追上去赶上纳斯达克的这种涨幅呢，还是大家一起下跌然后纳斯达克的跌幅呢大于这个道指和标普500呢到底是哪种方式呢？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思考。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引申一下就是在一个
说一下，在一个货币宽松的条件下也就是龙王放水的这种环境下，谁会最受益谁是那个最大的赢家没错，就是以科技为代表的这个成长股就成长型公司的估值呢它可以在这个货币大宽松的环境下呢得到极大的延伸延展和弹升我说这个估值成长型公司的估值。那如果是工业通讯、能源、金融这些板块的这个传统的价值板块，它的这个估值的弹性就没有那么大就是市盈率的这个弹性没有那么大，所以放水的这个游戏里面成长股是最受益的那我们再来看一张图就会更加的一目了然。这张图呢是成长股和价值股自1997年以来走势的一个对比图。那可以看到现在这种大的劈叉大的你看这个大的背离程度历史罕见。那背后呢也是这个可能也说明了就是我们这些年央行的货币政策也是非常历史罕见的那宽松的货币政策它助推了成长股的估值的极大的这种延伸延展可以高达50倍、60倍甚至上100倍。那上一次这么大的背离呢还是在90年代这个互联网泡沫时期发生的。那可以看到当时呢这个多数的这个可以看到就多数时候这个价值股呢是跑不赢成长股的只有在短暂的2005年到2007年这几年里呢价值股跑赢了成长股。那其实我本人呢是比较认同这个成长股的逻辑和成长和它这种成长性给整个资本市场和社会带来的这种巨大推动和这种增量的效应你就看比如说纳斯达克吧，是吧？虽然当时2000年泡沫破裂了，但是后面呢还是成长出了这么多巨型的大型的科技的科技公司，巨型的科技公司，而且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所以说虽然成长股有泡沫会有高估值但是他们确实代表了未来社会的希望也代表了未来社会生产力演进的一个方向只要就是就是说只是希望这个就是有时候货币环境变化的时候呢，他们这个估值高估值和泡沫收缩的幅度不要太剧烈不要把太多人给埋在里面也不要杀伤太多人就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几张图。那第一张呢是这个标普500的走势和标普500中这个上市公司利润的背离大家可以看到指数在不停的上涨，但是利润呢在暴跌。那我们最开始说了股市的投资收益的3个来源，对吧？第一个是上市公司的利润，第二个是股价的波动第三个是央行放水有3种这个来源。那现在看来呢，这个收益来源非但不是来自于上市公司的利润相反这个上市公司的利润反而对股价上涨呢形成了一种副作用、负效应一个向下拉的效应。那由此可以感受到呢其实正是央行政策的这个货币放水对股市的这种巨大的推动作用。那第二张图呢是央行放水和实体经济的一个背离那这个背离就更大了一看就能看出来，一个是一骑绝尘的往上而去一个是头也不跌头也不回的就往跌到底。那最后一张图呢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和标普500的走势可以看到这个量化宽松是迅速而又有力的推动了标普500的上涨。那结合前面2张图呢，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什么叫两个世界资本市场的世界和实体经济的世界资产所有者的世界和劳动者的世界。好，那最后呢再给投资美股的朋友们提个醒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大扩张呢现在正在暂时告一段落从这张图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在6月17号这一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呢缩减了742亿美元也是最近3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那不敢说未来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呢会持续收缩但是这种快速扩张大幅扩张呢肯定是暂时告一段落了。那股市呢现在依然在高位盘缓所以说未来呢会不会有新的狂风骤雨呢？好了，今天呢就先暂时分享到这儿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股市的关于股市收益的3个来源第一是公司的利润增长第二是低买高卖的股价波动，第三呢是龙王的放水也就是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那接着给大家分享了这个纳斯达克道指标普500中这个权重板块的一些情况以及成长股和价值股的这种分道扬镳大劈叉的那个图形。最后呢分享了这个美联储量化宽松对股市的巨大推动效应，以及量化宽松和实体经济的这种大幅背离。那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